出战，面临的对手是美国，是现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。我们解放军这边根本没有什么尖端武器，人数上也不占优势。再说，我们现在能称得上建制完善的也只有陆军，至于海军、空军，我们几乎都是从零起步。可美军那边是海陆空三军齐备，何况我们到时候必须千里迢迢地跑到朝鲜境内去作战，战士们难免水土不服。这样几个因素加起来，我军的实力恐怕是很难战胜美军的，甚至说得难听些，这就是一场没有任何胜算的仗。林彪当时是这么说的：为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，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。我军打国民党军队有把握，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。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，有原子弹，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，把它逼急了，打2颗原子弹，或者用飞机对我们大规模狂轰滥炸，也够我们受的。这番话得到了在场大多数人的认同。美国太强，中国太弱，何况这件事情目前发生在朝鲜，我们完全有事不关己的理由。听着众人的反对，毛主席的心情很沉重。不打仗，眼前的危机如何解决呢？对此，林彪认为我们中国实力太差，无力出手。不过苏联和朝鲜也算是盟友。再说金日成有胆子出兵，也是因为斯大林默许，现在最该援助朝鲜的不是我们，而是苏联。要是能够说动苏联出兵相救的话，那中国这边就可以以逸待劳了。林彪的观点很明确，他不接受毛主席关于出兵的意见。看到林彪的态度如此坚决，毛主席心中是有些失望的。因为假如要出兵朝鲜的话，必然要选一个人去挂帅。林彪长期领导4野作战，本来是个很适合挂帅的人选。不过现在林彪个人不能接受，再说他的身体也支撑不了，此事又需要从长计议。站在当时的角度，林彪的说法其实并不算大错特错，因为中美双方的实力差距是客观的，谁也不能保证我们出兵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而且当时大家感到最可能的结果是我们直接被美国打垮，这个代价太沉重了。更没有人能预料到志愿军能够凭借强大的战略战术战胜美军，所以反对是那个年代的主流意见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毛主席的战略眼光比所有人要更超前，无论人们怎样反对，军事基地修到中国的家门口。林彪在反对的时候提到过一个关键的问题，那就是中美之间军事实力有着巨大的鸿沟，所以不能出兵。但反过来想，正因为军事差距太大，才更不能让美国打到中国的家门口来，否则我们就更没有反抗的能力了。美军一旦侵占了东北，对中国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。东北在当年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，
是中国未来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关键，具有不可替代性。如果东北落入美国手中，那我国将会直接失去工业命脉。即便是乐观一点，我国能保住东北，可是在我军不出兵援助的情况下，东北边境还是会被美国所占据。他们只需要定期派飞机来东北骚扰，就能够让我国的工业生产计划无以为继，结局还是一样的。而林彪的意见中还提到可以争取苏联的援助，这个意见同样也看似合理，却暗藏危机。因为不论是中国还是朝鲜，在苏联心目当中的地位都并没有那么重要。苏联更愿意把中国和朝鲜视为自己统治亚洲的棋子。斯大林心里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，他甚至希望中国和朝鲜的局势乱一些，这样就能够操控两国的政府，这也是他默许金日成出兵的原因。斯大林认为朝鲜一定扛不住美国的军事攻击，而中国的东北一旦受到威胁，唯一的选择也是向苏联求救。到时候苏联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驻军东北了，由此他们又可以霸占东北的港口、铁路，而且只要美军一天不走，苏联便有理由在中国进行长期驻军，久而久之，中国的主权究竟归属于谁，可就不一定了。因为斯大林抱着这样的想法，所以当时的中国不能请求苏联大规模的援助，那和引狼入室没有区别，只能希望他们在武器上提供支持。另外，在当年的反对意见中，还有一条频繁地被人提起，那就是中国面临着收复台湾的大任务，在自身领土还没有完成统一的情况下去帮助朝鲜，这未免太不值得了。不过毛主席却预料到，一旦朝鲜沦陷，那么我们收复台湾将变得更不可能。证据就是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不久，美国立刻派兵进驻了台湾海峡，这分明就是冲着中国来的。台海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，所以国民党以及背后的美国都死死盯着台湾，意图把台湾变作反攻大陆的堡垒。如果我们当初对于美国的军事行动采取了放任的态度，让他们打下朝鲜，那下一步美国就能立足于朝鲜半岛，再把手伸向诸多东南亚国家。军队也在这一战中得到了飞速的成长，脱胎换骨。这些良性效应正是用抗美援朝的胜利换来的。而如果没有那一场伟大的胜利，那么美国只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军事行动。更残酷的是，中国是一个面积、人口都相当可观的大国，美国绝不会放心这样一个体量庞大的国家在亚洲生存下去。所以，假如中国对美国的军事行动一味忍让，那美国很有可能采取分裂中国的方式来消解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。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，而且在那样的环境下，中国便极有可能沦为美国或者苏联的傀儡，彻底失去对于主权的掌控。而一个傀儡国家面对的是怎样的命运？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小国已经告诉过我们答案。傀儡国家没有自由，没有尊严，他们被大国当作政治博弈的工具，
人民的生命也可以如蝼蚁一般被人践踏。大国的一句话就有可能让这个国家消失在地球上。所以今时今日我们才该感到庆幸。幸好毛主席坚持了抗美援朝的意见，也幸好千千万万的志愿军舍生忘死保卫了国家的安宁，所以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繁荣富强的中国。